嗨，我是 Jasper。你的脖子附近下颚线周围是不是很难刮干净？遇到嘴角这种小面积的凹凸不平，又或者是像是嘴唇下方这些有弧度的地方，有一种比 Gillette Slide 更好用的刀法，那就是 J-Hook。J-Hook 的 Hook 就是虎克船长的 Hook。J-Hook 的 J 就是虎克船长手上的 J 字形勾勾。J-Hook 是在脸上画出 J 字形的轨迹，也就是旋转刮胡刀在脸上画一个半圆形。你有看过汽车的雨刷吗？就像那样。J-Hook 的用法是以刀片的一端为圆心画半圆形，你也可以用手指或手腕作为圆心，这样画的圆会大一点。要往哪个方向画圆形并没有限制，你要画半圆或者1/4、1/8圆也没有限制。YMMV 你送就好。如果你懂得顺刮、侧刮、逆刮，它们运动方向的不同， J-Hook 可以一次动作就完成2种刮法，大大减少刀片经过皮肤的次数，让你刮胡子的过程中如虎添翼。J-Hook 是一种最容易学、最不容易刮伤，任何部位都能使用，是最万能的刮胡子手法。如果我只能选择一种刮胡刀刀法，毫无疑问就是 J-Hook。 它可以帮你解决麻烦的区域，不好刮、刮不干净的问题。除了可以处理上面说的嘴角、嘴唇下方、下颚线这些麻烦的区域，如果有些地方你看不到，需要凭感觉盲刮，毫无疑问请服用 J-Hook。J-Hook 的优点有，请伸出你的金手指，我们来实际感受一下，把手指左右摇动，做 No 的动作。你是不是感觉大部分的力道都花在左右移动手指上面？这不是废话哦，你的力量都花在左右移动手指上，你是不是不会把手指往前压？ J-Hook 真正的精髓是你几乎不会把刮胡刀往下压，就像打棒球挥棒的感觉。各位可以从后车厢把球棒拿出来挥挥看，一旦球棒往前挥动，你很难改变挥棒的轨迹，很难把球棒一边往前挥一边往下压，除非你是故意的。在做 J-Hook 的时候，你只要专心把刮胡刀拿来画圈圈就可以了，不用刻意去减轻刮胡刀的下压力道。我们之前一直说要减轻刮胡子的压力，比如说停顿一下，往上提一点，脱力之类的。J-Hook 减低压力的属性是所有刀法里面最强的，不用刻意去减低刮胡刀的压力，就可以做到零压力。J-Hook 这种旋转刮胡刀的方式，就像是死神的大镰刀。这种大镰刀其实原本是用来割草的。这种左右大面积扫动的感觉，是不是横向挥动的力道很大，往下压的力道很小？我们提过，刮胡子要注意刀片的角度跟压力。在 J-Hook 这种零压力的属性下，就算我们改变刀片的角度，刀片依然不会切进皮肤。刮胡刀就像做魔毯一样，浮在脸上，当然不会刮伤。因为它零压力的属性，在处理看不到的地方是很安心的。你是不是有遇过这种状况？要刮除的位置弧度很大，刮胡刀不知道怎么摆才好。像我脖子区域的胡子就是往侧面长，这个地方上面连接下颚线，弧度很大，很难处理。要刮得干净就要逆刮，要用刀片从侧面横向移动刮除。像这种难搞的区域， J-Hook 就是你的救星。以刚才脖子的例子来说，刀片就变成直的，旋转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逆刮，很简单就解决麻烦的问题。有护感的安全刮胡刀更容易操作，护感有拉伸皮肤、推平皮肤的功能，就像熨斗，不平的地方经过就平了。你可以先把护感放在旁边比较平整的区域，然后把刮胡刀转上去。护感可以无视凹槽的不平整，就像推土机一样，把凹凸不平的地方整平。这种护感持续跟皮肤接触的动作称为 Riding the Guard。
之后我们会有一期影片专门讲解的。嘴角是另外一个不好处理的地方，因为它凹凸不平，就算用舌头把嘴角顶出来，它也很容易会有突出起伏。这个位置要做逆刮并不容易，很容易就会切到突出的皮肤。现在我们针对这个难搞小孩来做 J-hook， 你只要把刀片放在嘴角旁边，然后把刀片转进去就完成了。把刀片转出来也可以，借由旋转这个动作，可以把侧刮的刀片方向变成逆刮。这就是 J-hook 真正含金量最高的地方。你可以完全不管顺刮、侧刮、逆刮要怎么刮，不必直接处理难搞的地方，先让刀片着陆在难搞地方的旁边，然后把刀片旋转一下就可以搞定了。你必须了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。很难拉伸或者是有弧度、凹凸不平的地方，请用 J-hook 试试看。我们再举一个很难处理的例子，下颚线的下方，因为弧度很大的关系，以往只能直上直下的刮，但是用 J-hook 你可以像这样横向来刮，以往要做好几次才能完成的区域， J-hook 可以一次就砍就。不过这种长行程的刮胡子方式很要求手腕的灵活度，使用直剃刀操作上会比较容易一点。你可以用短行程分几次来操作，关于长行程、短行程，下一期就会来详细的讲解。这个是用 J-hook 刮除的面积，这是用刮胡刀直上直下刮除的面积。J-hook 的面积是不是比较小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有小地方没有刮干净，想要再补刀刮第二下、第三下，使用 J-hook 可以避免已经刮干净的部位又被重复刮好几次。刀片经过皮肤的次数越少，对皮肤越好。一样拿嘴角这个区域来举例，通常清理嘴角这个区域的时候，附近的皮肤像是嘴唇附近已经被刮过好几次了。这时候就可以用 J-hook 做小区域的精修，避免重复刮到其他部位。J-hook 是旋转刀片画半圆形的运动轨迹，它其实也是一种斜切，像是裁纸器、狗头铡一样。你可以拿出你的手刀跟拳头，模仿它的轨迹切切看。所以像是刀片切割力更强，减少压力，更大的刀片间隙，刀片寿命更长，容易保持角度稳定，更省力等等。Gillette Slide 有的优点 J-hook 也是有的，不过 J-hook 斜切的程度不如 Gillette Slide 明显，切割力没有 Gillette Slide 这么强。你可以针对不同的部位采用不同的刀法。当你足够熟练这两种技巧以后， Gillette Slide 跟 J-hook 是可以强强联手叠加在一起使用的。也就是你在做 Gillette Slide 的途中，可以旋转刀头做 J-hook。 听起来很难，做起来其实很简单，像是这样。其实你只需要最后将刮胡刀旋转一下就可以了。再来一次。Nice。 安全刮胡刀之所以叫 Safety Razor， 是因为它为刀片提供了支撑点，所以不容易刮伤。支撑点可以是顶盖或者是护杆，多了支撑点可以更容易控制刀片的角度跟刀片露出。没有顶盖或者是护杆的刮胡刀，比如说直剃刀 Tamisori， 也可以用 J-hook 找到支撑点。如果用直上直下的方式刮胡子，你会发现你整个手臂也在上上下下的移动，整个手臂都在移动，代表支撑性薄弱，刀片的角度容易改变，手不小心抖一下，就要赶快找明矾在哪里。 J-hook 做旋转画半圆，还有一个圆心，这个圆心就是一个支撑点。操作 J-hook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手臂不会动，会动的只有手腕，甚至只有手指会动。
这时候手腕或者是手指就是刮胡刀的支撑点。你也可以用刀片的一端做支撑点，画比较小的半圆。记得刚才说的裁纸器跟狗头铡吗？它们因为有一个支撑点，刀片轨迹变得稳定，刀片角度也容易保持。有支撑点代表有东西可以依靠，可以依靠就会更稳定，更容易保持刀片的角度。刮胡子的过程，手臂不用上上下下，很容易控制，不会抖动，因为手臂根本就不会动，更省力，更轻松。因为运动轨迹的不同， J-Hook 不会有 Gillette Slide 拉横线划伤的风险，比起直上直下，又不用烦恼刀片角度跟压力的问题。J-Hook 刀片几乎不会有下压的力道，具有支撑点的 J-Hook 刀片可以很容易保持角度，在皮肤上滑动。这是个几乎占尽所有好处的技能，请一定要学起来。总结来说， J-Hook 的优点有：1. 零压力， 2. 容易处理困难的区域， 3. 避免重复刮伤， 4. 具备 Gillette Slide 的优点， 5. 有支撑点， 6. 刮伤的风险最低。J-Hook 原本应该是排名第1的技能，直到我领略了另外一个秘籍，它一直被人误解，但其实无比强大。它就是埋没了将近100年的 Super Gillette Slide。